在海边度假的闺蜜突然被一个浪花拍到了70年代，闭眼比基尼，睁眼大呲花，还有村口的老大妈围着两人讲笑话。这咋整啊？是不是死了？别围着了，他需要新鲜空气。夏小七没有想太多，趴着就要给乔然做人工呼吸。妈呀，老陆家这妯娌两个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？大庭广众的咋还这样呢？听说老大媳妇和他男人都不睡一个屋，那老二媳妇不也是，两人就领个证。当天呢，陆彦北就回部队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过。夏小七听着议论声，也大概明白自己的处境了，正胡乱想着，乔然也醒了，两人一对视，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惊雷，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，暗号对上了，两人相见恨晚。宝，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请讲。咱俩穿越了，还是年代文，不仅不受人待见，你还是个胖子。胖咋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等等，我的宝，要不你还是让我去跳河吧。既来之则安之嘛。对，我们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两人互相安慰着，周围的村民看他们没事也就散了。两人对这里充满了好奇，于是边说边往家里走着，身后忽然响起自行车的声响。怎么还不回家？问谁呢？身上湿着像什么样子？还不赶紧回去换衣服？说完男人就走了。我的，别抢。夏小七只能撅了撅嘴，但也对自己丈夫更加好奇了。随后两人也赶紧回了家，刚进门就听见婆婆编排自己。怎么才回来？小丽还饿着肚子等你们做饭呢。老大媳妇，你赶紧把白菜洗了炖上。老二媳妇，你去劈点柴烧火。妈呀，跟谁说话呢？我们不得换个衣服啊？那啥，我也换换。婆婆刘春花还没反应过来，两个儿媳妇就没影了。这两人今儿这是咋了？耳朵塞驴毛了？还是我说的话他俩没听见呢？气急之下，刘春花直接进了西屋的门，看着刘春花的脸，乔然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。干啥呢？正换衣服呢，进屋咋不敲门？真是不带礼貌。我就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出去做饭了？咋的？我不做你们不吃啊？家里一直都是你跟夏小七做饭的，你也知道一直是我们俩做呀，现在我俩累了，谁爱做谁做。老太太也彻底被震慑住了，晚饭都是她一个人做的。等乔然跟夏小七出来，只见桌上摆着白菜炖土豆，还有几枚切开的咸鸭蛋，两人自然把手伸向咸鸭蛋。别动。啥意思啊？鸭蛋刻字了，没我俩名啊。家里一共就养2只鸭子，好不容易攒下几枚鸭蛋，啥你都要跟着吃，你咋那么馋呢？行，你不馋就别吃了，我来。那个，我也有点馋，你们还有没有不馋的？众人听后也纷纷捂着自己的碗，只有陆向南一脸平静地看着妻子。陆红丽没忍住骂出了声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”乔然压根没理会，直接扭头看向陆向南：“老公，我也想吃咸鸭蛋。”老大媳妇，你做什么妖呢？这样的话也能说得出口？你骚不骚？让其他人听见，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搁？我喊的是我自己男人，又没喊别人的。你还要不要脸？中什么邪了？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我就叫老公老公老公。说着还要伸手抱陆向南，却被他不动声色地挡住了。行了，多少说2句吧，赶紧吃饭。说完，陆向南还把自己的鸭蛋给了乔然。吃过晚饭，夏小七两个很自然的就要离开。干啥去啊你俩？回来捡桌子刷碗。先吃完不管，后吃完刷碗。刘春花只能在一旁气得发抖。等到晚上，陆向南愈发想知道自己的媳妇为什么会忽然反常。思索间，一旁传来乔然的喘息声。这女人是疯了吧？怎么发出这么不堪入耳的声音？你在干什么？结果映入眼帘的是乔然做俯卧撑的样子。弟弟，人吓人，吓死人的。什么乱糟糟的？一会儿弟弟，一会儿……那你喜欢我怎么喊你？弟弟，老公。你住口！陆向南也不自觉的害羞。此时的夏小七却怎么都睡不着。她穿越前可是家里的小公主，突然被扔到吃糠咽菜的70年代，属实是有些适应不了。另一边做完运动的乔然也难以入眠，他只是因为1帘之隔的那边有个帅弟弟。算了，什么弟弟不弟弟，闺蜜要紧，先离家出走再说。宝，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能活着已经很好了。宝，我受不了这儿的厕所，太恶心了，直接把我熏吐了。再忍忍，以后我给你买大别墅。衣柜里的衣服也丑爆了，没一件能穿的。先凑合着，以后我给你换，喜欢啥样就换啥样的，早晚我都把你这些要求满足了。夏小七听后沉默了一会儿。宝，明天早上就不用喊我起来吃饭了哈。为啥？被你画的大饼撑住了。两人一直聊到深夜才睡着，真是吵死人了。宝，想吃烤鸡吗？想吃。走，姐带你开荤。哎呦，帅弟弟去上班啊，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干什么去了？跑步啊，减肥呢。来一口。别诱惑我。陆向南看着两人关系这么好，也是越发疑惑。你们现在不打架了？对啊，
俗话说得好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。对，那是人情世故。你们从哪听来的？我记得你俩没念过书啊。两人只能打着马虎眼，陆向南也没再多问，怕迟到他就先走了。乔然两人回去后，就听到刘春花嚎啕大哭。咋啦咋啦？出啥事了？你家大公鸡被人偷了。谁干的？真是丧尽天良。臭丫头，你吃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会儿刘春花也看见他们了，立马追着问：你俩起那么早，就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？没看见。那你俩一大早的干啥去了？散步啊。去地里了。见快要露馅了，夏小七立马解释：我们俩散着步去地里看了庄稼，今年收成挺好的。是啊，苞米长得老好了。收成好不好，那是生产队书记该操心的事，你们俩凑什么热闹啊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那庄稼长得好，年底分红不就多吗？这会儿村长也凑了过来。别看陆家的老二媳妇没啥文化，这说起话来还真有鼻子有眼的，大家可都得向她学习呀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村长，夸归夸，我家丢鸡的事你可不能不管啊。你放心，老嫂子，这事我肯定追查下去。算了，查啥呀？都一个村的，给点面子。就是啊，这事闹得全村都来看笑话。不就是一只鸡吗？我给你买2只。那行，啥时候买？3天给你把鸡抱回来。听到丢鸡的不追究了，村长他们也就散了。你拿啥买？你有钱啊？我没有。你看我干啥？我也没钱，我现在也不是富豪几代，咱俩都是村姑，你也是，平时给我画画饼就算了，咋还上瘾了？逮谁给谁画啊？大不了借钱嘛，找我老公借，他不是老师吗？挣工资的，兜里肯定有存款。肯定有，就是不知道他借不借。不借我就离婚。你离我也离。哎妈呀，想想还有点兴奋呢。正聊得高兴，忽然听到外面来人了。春花呀，快出来接我。毒蛇姐妹花双穿70便帚里，上得了房，接得了瓦，骂得了婆婆，自然也收拾得了大舅妈。春花啊，赶紧出来帮我拿东西啊！嫂子啊，你咋来了呢？这不是给你拿点好东西吗？拿的啥呀？衣服都是我家3丫头不穿的，可好了，我寻思给别人怪可惜的呢。家家不富裕，都是能捡则捡，可捡别人剩的也就算了，捡大嫂家剩的，刘春花心里就是不舒服。这会儿陆红丽也出来了。大舅妈，你来了啊！来，快来看看，给你跟你姐拿老多衣服了，赶紧来挑挑。陆红丽一听，可把自己高兴坏了，立马凑到跟前开始挑。见女儿这不值钱的样子，刘春花就更生气了。完蛋玩意儿，没一点志气。你们挑啥呢？我也看看。我天哪，真难看啊，土爆了！老二媳妇，这衣服你以前都是抢着要的，就上次那个裙子让红丽拿走，你还找我哭了呢，这就忘了。以前我瞎，现在治好了。不要拉倒，以后我家衣服你都别想要。我才不稀罕要呢，以后也别往我家拿，当我家是垃圾场呢。不要拉倒，不知好歹。杨秀芬见状，直接收拾东西就要走，结果一时没用对力气，还把腰闪了。哎呦，舅妈你注意点啊，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闪坏了可不行。你说谁呢？我比你妈还小2岁呢。那咋了？看着一点也不像，我妈瞅着比你年轻，你是不是操心太多？见老啊！杨秀芬听不下去了，腿一蹬就骑着自行车跑了。九男，别走啊，那衣服我要啊！没出息的东西。乔然两人相视一笑，随后便出门了。宝，我想喝奶茶了。你看我像不像奶茶？你给我画的饼这么快就忘了吗？画饼容易烙饼难啊，你不得给我点时间吗？也是，最主要的是我们得有钱。唉，真聪明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夏小七被呛得说不出话来，不过他仔细思考后也觉得有道理。宝，那咱去城里啊，大城市机会多啊。啥机会？要饭啊？你忘了，你可以去找你的帅弟弟啊。有道理啊，我还得找他借钱买鸡呢。走，咱进城。两人也不看风景了，直接回家翻箱倒柜的开始找钱。这家可真穷啊。是呢呗，啥也没翻着。等等，老太太那屋指定有钱。不太好吧？老太太钱是哪来的？他儿子给的呀。他儿子跟咱俩啥关系？夫妻啊。那咱俩花老公的钱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毛病。进去直接在相框背后找，电视剧都这么演的。行。电视剧成不起我呀。咋样？找着没？只有75。你可别忘了，现在是78年，咱家现在就是10里8村的首富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拿多少？咱也别嫌少，拿10块钱够用就行了。然后两人拿着钱就准备进城找陆向南，而此时的陆向南正在操场忙着。陆老师，也就你每次亲自带着同学们扫除，你瞧你满头大汗的，喝口水润润吧。谢谢，我不渴。陈老师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200开，又不是啥值钱东西，你跟我还客气。陆向南不好推辞，正尴尬的时候，门卫大爷过来了。陆老师啊，门口有人找，说是你媳妇。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说的话总是那么让人感觉害臊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一旁的陈小梅也急忙跟着，生怕错过什么好戏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。胡说什么？陆老师，这就是你的妻子啊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好啊，我是陆老师的同事，
我叫陈小梅。你好，我叫乔然，是向南的老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弄疼你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农村人力气是大了些。你就是故意的。老公，你同事好凶啊，我好怕怕。陆向南也拿他没辙，只能转移话题。你到底来做什么？还把弟妹带来了？来借钱，我要给家里买2只老母鸡，顺便请你下馆子。行，那我现在去找主任请假，我们出去。陆向南答应的迅速。你小子离我老公远点，不要对我男人有什么非分之想。神经病啊，一点都不知羞耻，真是文盲。那咋了？我是文盲，我出口成章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你出口成章？你知道李白吗？你认识杜甫吗？你咋的？你跟杜甫拜过把子啊？一旁的夏小七听了对话都快笑背过气了。这会儿陆向南也出来了，3人一起去了国营饭店。红烧肉、鲫鱼汤、油焖虾、驴肉蒸饺都不要，干啥呀？不过了，咋专挑贵的点？这一顿下来，我1个月工资都不够。最后也只能点了几个家常菜。两人大快朵颐时，陆向南问出来他心里的疑惑：说说吧，你是谁？我是你老婆乔然啊，你失忆了？你不是。陆向南说的坚定，尽管两人外表确实一模一样，可以他的了解，眼前的人绝对不是自己的老婆。乔然也不好为自己穿越的事做解释，于是只能编理由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不喜欢以前的我也不想一直被人欺负，不想被人慢慢葫芦，我想换种活法。陆向南分辨不出他话里的真假，只能一直盯着，想看出破绽来。看够了吗？2块6毛，帅弟弟，该付钱了。来之前你不是说要请我吗？我咋不记得？你肯定没说，我都没听见，观众朋友们应该也没听见。大哥，你的身后空无一人。陆向南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不过饭钱跟买小鸡的钱都是他给的。吃过饭后，陆向南就因为工作先离开了。等到两人大包小包的回去，就听见刘春花的骂声传了出来：你俩今天上哪儿去了？要不是你王婶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俩没去干活，给你俩能的。我去买小鸡了呀，那不是在院子里吗？那你呢？你大嫂买鸡跟你有啥关系？我这不是怕大嫂迷路吗？再说大嫂那性格容易受欺负，我不得保护她啊。是呢呗，我买的东西多，自己拿不过来。这会儿刘春花才看见眼前一大堆东西，疯了，这日子不过了。等会儿你俩哪来的钱？见两人谁都不吭声，刘春花立马直奔自己的相框。互相看不顺眼的妯娌突然好到穿一条裤子，两眼一睁就是怼天怼地怼空气，就连路过的狗都要骂2句。只因现代颠婆闺蜜同时身穿麒麟，仅用一双巧嘴整治恶婆婆。给家里买东西你拿相框干啥？咋的还要裱起来啊？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，就该找根针把你嘴缝上。到底哪来的钱？我男人给的。你男人在外面赚钱不容易，别大手大脚的，省着点花。一旁的夏小七听后戳了戳乔然，听到了吗？妈说让你苦了别人，也不能苦自己。谢谢妈，妈你真好，比亲妈还好。听到这话，刘春花卡在喉咙的骂声是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不过乔然跟夏小七也不抠搜，还把买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了老太太。你就是心软，都这样了还惯着他们，这要是我儿媳妇，我非叫他们好看。怎么个好看啊？王婶说大话也不怕抻着舌头。是呢呗，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就在家绣花那鞋底子，挺大个嘴叉子到处挑拨，村里的狗都能让你统姑分家了。就是啊，你家有儿媳妇吗？肯定没有，就那家庭条件，就这老婆婆，谁好人家姑娘进她家门啊？是呢呗，王婶啊，做人得厚道，小心遭雷劈哦。两人一唱一和的，把王婶脸都说绿了。等两人走后，王婶才敢抱怨，就这种儿媳妇，你还留着过年呢？不是我夸，我家都没那比他们好的不是一星半点。是，他婶子，你也别跟俩孩子一般计较。不过这俩败家玩意儿，还知道惦记我呢。等到晚上吃饭，刘春花还特意让外孙女去叫他俩，只是还没一会儿，小玲就跑回来了。大舅妈说她不吃，她在地上趴着呢。二舅妈也不吃，她说她要跟周公约会。啥玩意？这对妈吗？这你还不赶紧去？我就说夏小七不是什么本分人。吃你的饭吧，你要是敢出去乱说，看我不扒你的皮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等到半夜，刘春花还是悄悄去看了。哪来的王八蛋，敢趴你姑奶奶墙根？是呢呗，说你想偷啥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2个死丫头，反了天了，还敢骂人是吧？夏小七后知后觉，小声问着乔然：宝，你听她说话的声音像不像咱婆婆？死丫头，你们还学会以下犯上了是吧？妈，你说啥呢？大晚上不睡觉，你在老二家门口干啥呢？是呢呗，吵这么大声，我都醒了。你俩少给我装，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还骂我是王八蛋。说着，刘春花伸手指着乔然，还有你，踢我好几脚。真不是我俩，不过妈，在咱自己家被打了，这事可得查清楚啊，可不能饶了他。看两人信誓旦旦的模样，刘春花一时间也有点自我怀疑了。先不管这个，你是不是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了？哪来的谣言？什么谣言？你老实交代，周公是谁？妈，
周公就是日历上周公解梦的那个，我们睡觉就说去见周公了。是呢呗，不信你回去问红丽，她识字。随后刘春花半信半疑地回了房间，坐在一边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不是去抓人去了吗？怎么还挨顿揍呢？还学了一下周公是啥，都怪周公。思索间，刘春花看到一旁睡着的陆红丽，她没忍住，直接2脚就把人踹醒。第二天一早，等乔然跑步回来，就看见陆红丽砸着夏小七的门。别敲了，这个点她还没起呢。你俩可真行，饭也不做，也不去队里上工，真以为我们家是养祖宗的地方啊！半夜被刘春花叫醒的陆红丽，此时怨气比鬼还重。喊啥呀？养不养的花你钱了。宝，起床了。小七。哎呦，老二媳妇这是咋了？诊所在哪儿？村里哪来的诊所呀？就村东头那个老杨大夫，平时给治个头疼脑热的。你小子到底会不会看？看不明白就吱个声，别耽误时间。别急，我猜测啊，可能是急性阑尾炎。人命关天，你特么说猜测？那你猜猜你能不能活过今天？放完狠话，乔然又马不停蹄地把人带去了市医院。不过杨大夫猜得挺准。大夫啊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我们就是农村人，手里没啥钱，能便宜点不？大姨，我们这儿不能讲价。那这不是1年白干吗？医生，我们先付一些，您先给手术，剩下的我下午补上。行，您这边尽快。虽然这只是个小手术，可乔然还是担心。除了夏小七的身体外，乔然还担心经过这事回来的就不是夏小七了。宝，好疼。没事啊，做个小手术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那你陪着我。行，我陪你。乖乖，这俩儿媳妇好的有点不正常了。但刘春花也没出声，反倒是夏小七没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。妈，你先照顾她，我出去一趟。行，小然，你回来的时候给买点补品吧，她这缺气血，得补。好嘞，我记着了。这小老太太抠搜归抠搜，但也没坏心眼。而此时的乔然去找了陆向南，这会儿陆向南正在上课，他只能在外面等着。疼哟，是你啊！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给我行礼干啥？我可没有压岁钱给你啊！你真是个农妇，没有半点素质跟修养。所以呢，这会儿陆向南也出来了，陈小梅立马告状：陆老师，你能不能管管他啊？随便进咱学校就算了，还欺负我。行了，要吵离远点吵，别打扰我学生上课。陆向南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今天你对姐爱答不理，明天姐让你高攀不起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咋的？嫌我给你丢脸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借钱5块，以后还你10倍。好，等你。陆向南笑了笑，随后听说弟媳妇病了，他也请假跟着去了，一路上还买了很多营养品。行了，有完没完？女人只是去医院割了阑尾，却被全村人骂不孕不育，就连婆婆也要逼着离婚，甚至还不愿意出钱给她治病。行了，有完没完？我要真是病死了，你全家就哭去吧。哭个屁！当初也不知道是谁上赶着非要嫁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，我儿子瞧不上。行了，那你让他现在就把我休了，不休他是我孙子。你就会跟我吵吵，等燕北回来，我就让他娶隔壁的冬梅。那冬梅是干啥的？收破烂的呀，专门回收二手垃圾。刘春花吵不过，只能别过头不去看他。没一会儿，乔然跟陆向南过来了，刘春花的脸色才好转了点。你咋来了？你下午不上课吗？这不是听乔然说小七住院了吗？我过来看看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咋样？伤口疼不疼？疼，再让你妈气一会儿，就直接裂开了。陆向南没说什么，只是借口要出去打水。刘春花紧跟在儿子身后。向南，你赶紧给你弟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。离这么远，等他回来，小七都出院了。出院那不是正好，直接去把离婚办了。啊，燕北有说要离婚吗？说没说的不重要，当初结婚，你弟弟本来就是100个不愿意，结婚我说了算，离婚我也说了算。妈，你不怕一死离俩吗？啥？刘春花惊讶过后认真想了想，这也不是没可能。那就先别让你弟回来了，我觉得我还能再忍忍。说完，刘春花就先回家去了。而此时病房里的夏小七时不时传来干呕声。这毛病咋就改不过来呢？一点药味闻不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怀孕了。弟妹怀孕了？是呢呗，怀的大胖小子，某方面你弟比你强。我买了水果还有罐头，你们留着吃，我就先回学校了。等陆向南走后，夏小七才敢问乔然：咋了宝？你今天说话咋这么酸？以前见了陆向南，恨不得哈喇子流出来，这咋感觉有点冷淡呢？他不向着我。越想越生气，乔然就把在学校的事说了出来。那你生啥气？他也没向着陈冬梅啊。陈小梅。哦，这2天让那老太太给我气的，晚上做梦都是冬梅。不过听我一句劝，趁现在感情浅，你俩赶紧离。你们村儿都是这么劝人的吗？那咋了？我就见不得你有这么帅的老公，只要你比我好，我就受不了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一天在你面前秀8遍恩爱。
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呢？本来就是塑料的。两人玩闹间，时间也过得快了不少。很快夏小七就能出院了，结果两人走到村口，却看到一群大爷大妈坐着闲聊。我的妈，这走过去不得身败名裂啊！是呢呗，别说咱俩，就是过去个耗子，都能让他们议论自闭了。两人不想引起注意，可奈何周围目光太多，实在是有种被凌迟的快感。这不是老陆家那俩儿媳妇吗？进城了，听说好像是燕北媳妇有病了。对，好像听说是流产了。我的妈，这人都这么能扒瞎吗？夏小七一头黑线，倒是一旁的乔然乐得直不起腰，还没等他高兴完，又听到这帮人在议论自己。老大媳妇不也跟着去了好几天吗？对，听说好像是去治不孕不育了。我估计就是因为太胖，所以怀不上。乔然听后，瞬间表演了一个川剧变脸。这会儿还有一条小土狗凑了过来。今年我能旺不？汪汪汪！行了，别叫了，没事就家里待着，别总在外面瞎叫唤。是呢呗，叫唤也行，别一群狗围在一起，叫不出个好。小心烂嘴鸭子。是呢呗，烂嘴鸭子就得进医院了，出来就得被人说开死亡证明了。此时的大妈们还有狗在风中凌乱着。刚刚那是不是骂咱来着？好像不是吧？那不是骂狗呢吗？这会两人也回家了，刚进院子就看见了小玲。二舅妈，姥姥说你生病了，你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二舅妈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不然味儿舅舅要娶王奶奶家的都没小姨了。哎呦，我没完了是吧？不过因为夏小七刚做完手术，家里的家务就全交给了乔然。老大媳妇，把衣服都洗了呀。老大媳妇，明天就得去队里上工了。老大媳妇，该做晚饭了。好，我做，我现在就做。刘春花这才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可乔然压根都不会做饭，他只能找夏小七吐槽。咋了宝？谁惹你不开心了？老太太让我做饭，我不会。这有啥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！下油，放菜，添水，简简单单。是呢呗，你可真是嘴强王者，找你还不如直接跟猪商量，我还是自己研究去吧。我比猪可爱。不过说到猪，我想吃红烧肉了。哎，那我去后山猎兔子，晚上咱们烤兔子吧，你在家等我回来。而此时在隔壁听到这俩人对话的陆红丽，恨不得马上写封信给自己二哥。二哥，你赶紧回来吧，我大嫂跟二嫂好上了。另一边的刘春花正满院子的找乔然，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是想饿死我们一家老小是咋的？边婆刚穿越就变成一胖子，可在那个人人讨厌胖子的年代，她不仅深受丈夫喜欢，就连婆婆也每天追在她屁股后面。你大嫂呢？做顿饭比去市里买饭还磨叽，去后山猎兔子了。哟，看见没？长能耐了，还猎兔子，一身肉笨了咔嚓的，别再让兔子把它给猎了。一同进来的王婶子听后在一边偷笑。夏小七见状有些不满，王婶，你可别笑了，乍一听还以为是老母鸡抱窝了。真是没大没小的，你嫁过来之前你妈咋教你的？我妈教我没事就在背后嚼人舌根子，专门捅咕别人两口子离婚，最好离了再把自家闺女嫁过去。哦对了，还得给孩子取名叫冬梅。这话一出，差点把王婶子气得背过气去，吓得刘春花连忙拉着王婶子离开，边走还边说：他婶子，你别跟他计较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可别气坏了身子。两人走后，夏小七耳边可算是清静了，没成想没一会儿又来了两个人。小七姐，听说你做了手术，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红丽啊，小七姐做手术，二哥不回来吗？我给二哥打电话了，二哥说他又不是医生，回来也没啥用。哎呦，那小七姐你也别太难过，二哥部队离这儿远，我想他心里还是惦记你的。冬雷，你忘了吗？前年你摔伤腿，我二哥还回来了呢，又没嫌远。你别这样说了，别让小七姐误会。你俩说完没？哥这给我表演双簧呢，我可没钱给你们熬，也没人在乎你们二哥回不回来，没啥事就出去吧，怪吵的。小七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马冬梅，我劝你善良。姐，可是我心里……夏小七内心闪过一阵尴尬，嘴比脑子快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而此时的乔然正在山上大展身手，一下那兔子就倒在草丛里。你妈不用给你留晚饭，刚巧我妈也不用给我留了。乔然美滋滋的正要离开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细碎的声音：谁？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叫程方圆，是村里的知青，来后山采风的，不小心打扰你了。你真厉害啊！是呢呗，也就天下第三。练过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这本子画的不会是我吧？我画的不太好。是呢呗，确实不像。要是真长这样，我每天就不用晨跑了。寒暄过后，乔然这才回了家。这会儿夏小七也刚出院子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还问呢？你咋才回来？这么晚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小样，我就知道你最惦记我，还知道回来呢，让你做个饭都不知道一下午洗哪儿去了。妈，同样是长个嘴，你说话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？你还教育上我了？那咋了？孔子都说了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你做的不对，我还不能说了。孔子哪个村的？一旁的夏小七一听，立马笑得停不下来。
你像啥？妈，你太可爱了。这个夸奖对刘春花来说实在是新鲜。此时的刘春花又高兴又害臊的。死丫头，没大没小的。院子里的氛围顿时好了起来，这也是乔然最想看到的。他期盼的是他们能用自己本身的性格融进这个家，而不是用模仿来维持这个家的和谐。随后众人就在院子烤起了兔子。等到第二天一早，乔然又雷打不动地去锻炼。每天都跑步吗？是。那要一起回家吗？我坐这车不会被我压爆胎吧？不会，它承重还行。真是死直男。不过吐槽归吐槽，乔然还是上了车，甚至还伸手抓住了陆向南。这样被人看见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怕谁看见？陈小梅啊。他只是我的同事。那我呢？夫妻。没错，你是我老公，我是你老婆，所以你以后只能向着我，不能向着他。我什么时候向着他了？我俩争执的时候你不向着我，就等同于向着他。陆向南本来就是教数学的，思维逻辑很好，只是现在听着乔然的话，竟然也觉得没毛病。很快两人就回了家。你咋回来了？今天不是礼拜5吗？这2天秋收正忙，大部分学生都回家到生产队干活了，学校就给放了几天假。你说到这个秋收我就来气，一个做手术干不了活，一个一让下地就头疼屁股疼的，今年的工分肯定是赚不到了。过年咱全家就喝西北风吧。陆向南没有接话，反倒是打量起了乔然。乔然借机问陆向南：老公，和你商量点事。什么事？弟妹不是身体虚弱吗？暂时就让她睡西屋吧，晚上你睡下屋。行，不过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？我带你回娘家住2天。不去，行吗？不行。行啊，回就回，给我拿钱，我总不能空手回吧。大嫂，你要回娘家，带我一个。你跟去干啥？也不怕让人笑话？哪有弟媳妇跟着大伯哥回丈母娘家的？妈，你可别瞎说，我那是跟我大嫂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刘春花就是不同意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全家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少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我回我自己家，还不是想带谁就带谁。唉，你们俩还真是一条心。向南，你说句话呀。那就让他一起吧。好好好，合着你们仨才是一条心。刘春花此时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他们3个没多久便出发了。宝，回去容易露馅啊。那咋了？我就是死不承认。我说我是乔然，我就是乔然。两人说话间，陆向南突然停下不走了。乔然满脸疑惑，怎么不走了？我找不到路了，你们在前面走吧。可他们面前却是一个分岔路。女人带厚礼回娘家探亲，不要脸的后妈竟破口大骂，就连亲生父亲也劝丈夫随意打骂。你不爱我，我嫁给你这么久，你的心都不在我这儿，连我娘家都找不到啊！这个怎么就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了？我不管，你在前面走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找到。夏小七看着乔然这波操作，也是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没多久，他们就到了村里。哟，那个是不是乔然啊？还真是，看着咋像是瘦了？那肯定，在婆家有几个过得好的。听说他男人还是知识分子，是老师，指定是看不上他。这些话传进乔然耳朵里是异常难听。不过谣言这东西解释是没用的。神，你家我叔那是咋样了？啥事啊？就那事呗。是啊，我都听说过，真是家门不幸。2个人摇着头就这么离开了。瞬间那些人的讨论对象就变了。丽华啊，你家富贵咋的了？是啊，前几天我就觉得你家富贵不对劲，天天嘻嘻哈哈的，真没事啊。不过丽华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还是紧张，唠了没2句就赶紧回家去了。此时乔然他们也回了家。哎呀，稀客啊，你这死丫头还知道回来呢，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这个生你养你的爹给忘了。爸，这不是要过节了吗？我就跟小然回来看看你。看到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，乔建国的脸色才有所好转。行，进屋吧，一会让他娘俩做个菜，咱爷俩喝点。可人还没进屋，一个什么东西就冲着乔然飞过来了。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。没事吧？有事，我老公学会关心我了。扫把星，扫把星，谁让你回我家的？滚出去！乔然看着不远处的小龙，直接把手里的板子给他还了回去。小龙立马哭得停不下来。咋了孩儿，哭啥呢？乔然欺负我。乖哈，别哭了，哭起来咋这么丑？听完这话，小龙哭得更厉害了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还敢欺负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撕了你？说着马秀燕就要冲过来，陆向南及时挡了过来。是小龙先动的手，虽然小然不是你亲生的，可也叫了你10几年的妈，就算养只小猫小狗也有感情了吧？怎么着，你们2口子还要合起伙来欺负人是吧？我呸，就你这样的还当老师呢？我看就是一坨狗屎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咋的？打你还得挑日子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乔建国，你闺女敢打我，我这么大岁数了被她打，我还活不活了？震惊之余的马秀燕立马哭天嚎地。此时乔建国也懵了，一向被视为软柿子的乔然，
此时像极了钢筋。你这是回来过节，还是回来报复来了？你瞅瞅，这个家让你整得鸡犬不宁的。叔，谁是鸡，谁是犬啊？你是呀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谁让你来我家的？她是我弟妹，我让她来的。这个家你说了不算，我家不欢迎你。你让我滚我就滚，那我多没面子。夏小七说话慢吞吞的，让人觉得他实在好欺负。可他说到底也是客人，乔建国只能把气撒在乔然身上。翻了天了，以为攀个高枝儿就能不把你爹我放眼里了是吧？说着，乔建国就要伸手教训乔然，只是手还没落下，就被陆向南抓住了。爸，有话好好说。向南，你是文化人，你说今天这是咋处理？你家婆娘把我家婆娘打了，你给个公平的说法。陆向南仔细思索着，他知道这事是乔然不对，毕竟他打的还是长辈。妈，你给乔然道个歉吧。你小子来之前喝了，咋这就开始胡言乱语了？他打我，我还给他道歉，就你还文化人呢，还教书，也不怕误人子弟。是你先骂人的。他把小龙打哭了，我骂他都算轻的。那也是小龙先动手的。那打着了吗？就算打着了又能怎么样？小龙还是个孩子呢。呦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我们也是216个月的小朋友好吗？是呢呗，不过我228个月了。马秀燕他们也被乔然的歪理整不会了，眼见门口就要围人了，乔建国立马找了个台阶，赶紧去做饭吧，做点好的，我和你男人喝点。我弟妈就这家徒四壁的，还要好的？是呢呗，拿钱。是我眼睛糊实了，还是耳朵塞绿毛了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看我像不像钱？你不如拿我去换钱。你也没人要啊！乔建国气得直呼哧，最后也只能冲着马秀燕喊：死老娘们，你还不赶紧做饭去，想饿死我！马秀燕也只能不情不愿地去做饭，而乔然跟夏小七实在不想待着，就偷偷溜出去在村里闲逛。看我的新帽子，你们都没有吧？你的帽子在哪里买的呀？好漂亮，等我回家也让我妈给我买一个。此时看着小孩们打闹的夏小七，心里突然有了想法。宝，就这样的帽子我也会钩，你给我买点毛线和钩针，我给你做帽子和围巾。哎，宝，我觉得我们是时候要赚第1桶金了啊！怎么赚？告诉我。你织围巾还有帽子，我拿出去卖，有了钱咱们就能买布料，做好看的衣服，还能买原料给你做奶茶做蛋糕，对不对？咋？你画的饼还要我自己来实现啊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？夏小七对乔然的理由表示无话可说，可两人还是聊得热火朝天。宝，那咱去哪买毛线啊？一团毛线也不便宜。找陆向南，你住院的时候，他还想给你买40的麦乳精呢，我拦着没让。你还是人吗？现在就开始帮着你老公省钱是吧？我和他谁重要？爱过，老大，先救你。这还差不多，出来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先回吧，不然一会儿我那个不要钱的后妈又开始骂街了。明明是女人先动的手，可所有人都指向着她，甚至还要求对方道歉，只因她的嚣张后妈最爱找茬。做饭的时候没瘾，吃饭倒是痛快。要是我都不好意思上桌。婶儿，那是你脸皮薄，我就好意思。说着，乔然两个就直接坐下了，气得马秀燕一个劲儿的瞪他们。乔然，你不做饭就算了，就坐这儿等着吃啊！去帮你妈拿筷子端碗去。就这样的，你就不用惯着。要是她在家也这么懒，你就骂她。陆向南想了想这段时间乔然的表现，终究还是昧着良心包庇。还行，小然挺勤快的。我弟妈，我老闺蜜都快懒成啥了，她还这么包庇。乔然听着陆向南的话，立马就高兴了，当即还倒了一杯酒。来，走一个。爹，还学会喝酒了，在婆家过得挺滋润啊，难怪脾气见长。来，我试试我大闺女啥酒量。乔建国都很久没这么叫过原主了，也是今天心里高兴，之前的矛盾似乎也在这一刻一扫而空了。夜晚乔然不出意外的喝多了。你怎么能长这么好看呢？你喝多了？没有，我超级清醒，也可以很清醒的说我喜欢你。那你喜欢我吗？陆向南回答不上来。要说之前自己从来也没对乔然有过悸动，只是这段时间越发觉得感情不受控制。那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喂，我还在旁边呢，我还没死呢，你俩谈情说爱，找个没人的地方。你等你那位回来的，你看我怎么搅和你。随便，反正我那位二哥哥心里装的是冬梅妹妹。啥情况？说出来乐呵乐呵。改天吧，改天我再跟你说。两人又聊了一小会儿，这才安静的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乔然又准时起床，还顺便把陆向南薅起来一起去跑步。你陪我去锻炼。好。跑着跑着，乔然又想起了毛线的事，忽然间脑子里就出现了新点子。陆向南，我有个好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好事？我带着你赚大钱怎么样？不感兴趣。你是不是傻？有钱多好啊，到时候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可是我没什么想买的，也没什么想吃的。听着陆向南的回答，乔然第一次发现这男人是如此的油盐不进，但他还是决定接着忽悠。我跟你说，这可叫投资入股，又不用你出苦力，还不占用你时间，这就像滚雪球，鸡生蛋，蛋生鸡的，保准儿你以后的钱越来越多，好吧？
你是不是需要钱啊？我可以给你。那不太好吧？你能给多少？83。哇，你工资那么高？没有，工龄低，1个月只有8块，这都是这2年攒下的。一想到陆向南省吃俭用，辛辛苦苦攒下这么多钱，乔然就觉得良心过不去。但思前想后，乔然还是决定不要良心了。借我60，在我宿舍，回学校的时候给你拿。行，到时候咱们一起。正好我也得进城采购。不过你不问我要钱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要赚大钱，要鸡生蛋，蛋生鸡。那万一鸡飞蛋打呢？你辛辛苦苦攒的钱可就都没了。没事，还可以再攒。两人聊着就这么回了家，结果一回去就发现夏小七在哭。七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他骂我。乔然直接上去就是一个飞踢，马秀燕直接被踹出去老远。小然，可以了，会被村里人笑话的。那咋了？我会怕他们。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也懒得跟你计较，但你给我记着，以后见了我低头绕着走。走，咱回家。也是活该，这些年乔然在他身边，他是抬手就打，张口就骂，就没见过个好脸色。嗨，说到底也是后妈，咋的也是不行。不过真是看不出来，乔然现在这么厉害。几人没有管这些闲言碎语，直接就回了家。咋才住1晚上就回来了？打起来了。谁和谁打起来了？你老丈人和丈母娘啊？不是，乔然给他后妈打了。啥？真的假的？打得还挺厉害呢，脸上都挂彩了。妈，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还是尽量少惹他们2个吧。咋？他还敢打我？万一呢？也没个人拦着。刘春花仔细一想，也觉得有道理。说完，陆向南就去找乔然了。门修好了？修好了。窗户呢？窗户也漏风？也修好了。行，那你晚上再下屋住吧。合着咱仨之间就我多余，到底是谁说喜欢我想亲我的？不过抱怨归抱怨，陆向南还是老实睡了下屋。第二天一早，院子里突然来了人。妈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家里几人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就发现院子里站着一个黑瘦的男人。不是吧？他跟陆向南真是亲兄弟吗？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哎呦，你这死小子，怎么一声不响的就回来了？瘦了，黑了，也没以前好看了。我弟妈，就这五官，就这底子，以前能有多好看？大嫂好。你好。此时的乔然也懵了，他知道夏小七是颜控，可现如今两人做了对比，才发现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此时那个男人已经站到了夏小七面前。离婚吧。二嫂好。颠婆闺蜜身穿欺凌，大胖媳妇儿日日坑老公钱，小瘦媳妇儿却错认丈夫，甚至还要跟他离婚。你刚才说啥？那个，我说的是磊猴吧？啊，这是啥意思？就是你好，你好的意思，香港话。那个，以前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刘铁柱半信半疑，在一旁傻笑着。他是刘春花的亲侄子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改嫁，一直在刘春花家里长大，时间久了就把刘春花当亲妈了。一旁的刘春花看着侄子，比见到儿子还亲。来，给你钱，你去供销社买点肉回来。1块钱还买肉？我进去能不能挨顿揍？胡说啥呢？赶紧去。去吧，猪肉9毛8一斤。不是吧？那买1斤猪肉1块减去9毛8，就只剩2毛钱了。2毛够干啥的？还不够买冰棍的。思索间，夏小七就把钱塞给了乔然。我不去，我要洗衣服。行，那我跟向南去。说着，乔然就拉着陆向南走了。此时刘铁柱也越发疑惑了，我大哥跟大嫂的关系好像比刚结婚那会儿好了不少。谁说不是呢？你大哥最近鬼迷心窍了，又是帮着做活，又是扯不做衣服的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这会儿乔然他们也到了供销社，门口坐着那些爱嚼舌根的老大妈。这向南跟他媳妇倒是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听说乔然每天早上都往村头的树林里跑。哎呦，莫不是去那里拜什么了吧？该说不说，这些老太太想象力够丰富的。乔然没想理会那些人，正要进去时碰见了程方圆。乔然，你也来买东西？对，我来买蜡烛，昨天晚上就没有了。看书还有跑外面借着月光看，给我差点冻感冒。映月读书拜，你还挺勤奋好学呢。哎呀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嘛。等回了城里，我还想着去考大学呢。两人随口闲聊着，陆向南不动声色地插在两人中间，挡了程方圆的视线。心知肚明的乔然立马就跟程方圆道别，两人赶紧进去买猪肉。你小子回去不要说剩钱的事啊。不太好吧？妈要是问起剩的钱，你怎么说？那咋了？就说没剩啊。撒谎不对。不对怎么了？那你要告发我呀。说着乔然还凑近了些，陆向南的脸立马就红了。慌乱间他连忙带着乔然回家了。买肉没有剩钱吗？没剩，这些肉就是1块钱的。供销社那老王是不是缺斤少两了？老王八犊子占便宜，出门卡死他。等到第二天，乔然便打算去城里，结果不仅刘铁柱要跟着去，就连陆红丽也要跟着。
他还顺手带上了李冬梅，几人就这么在路边等车。冬梅，你冷不冷？把我衣服给你穿吧。我可不冷，你自己留着穿吧。这要是我二哥的衣服，冬梅肯定穿。你别胡说，二哥不是都结婚了吗？你就别瞎想了。他这一句话就把李冬梅气着了，立马反过来质问：我瞎想什么了？我想着谁了？啥玩意儿结不结婚的？结婚咋了？我二哥要是在，也只会把衣服给冬梅穿。你们都闭嘴吧，少说几句。别闭嘴啊，你们接着说，我爱听。是呢呗，我也爱听。二嫂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也就是开玩笑的。咋的？他俩好过啊？夏小七问得太过于直白，在场的人瞬间都说不出话来。陆向南连忙辩解：没有，就是一起长大的邻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太脏了，我不要了。那你不要，我也不要了。陆向南听后立马急了：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了？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，哪有株连九族的道理？说完这话后，陆向南就开始生闷气，一直到几人到了学校后，他才有所好转。我要跟弟妹去洗澡，用票吗？学校里有职工澡堂子，不用票，拿1毛钱就能进去洗，家属也可以。行。趁着乔然他们去洗澡的间隙，陆向南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。不过后来乔然没要，还是只借了60，他也不确定能不能成功，万一赔钱了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拿完钱，他就跟夏小七直奔国营商店。毛线多少钱啊？1斤要7块8毛。1斤毛线大概能织几个帽子？3个吧，1斤线就按8块钱算，3个帽子就是3、8、24。哇塞，我们发财了耶！宝，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不过两人还是买了毛线。等回了家，刘春花直接就把两人骂了一顿。不过两人一直嬉皮笑脸的，后面没辙了，刘春花做事就要把麻绳搭房梁上。妈，你干啥？你想荡秋千啊？是呢呗。妈，别闹，你再给房梁压塌了，咱们还得盖新房。你们俩真是要气死我！刘春花最后也没办法，只能接受两人的败家。不过夏小七很快就把围巾帽子织好了，乔然立马拉着夏小七就要去摆摊。江南针织厂倒闭，姐夫带着小姨子跑了，剩下一批针织帽赔钱大甩卖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既保暖又好看的帽子，今天不买明天后悔都没地方找我们。多少钱一个啊？花样还挺时兴的。那必须的呀，4块9毛8分一个，这个可是最新款，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，多久都不会过时。行，那给我来一个。不过帽子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来说还是有些贵，两人吆喝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还剩了5个。这会儿集市的人也散得差不多了，于是乔然他们就去找了陆向南。谁成想他们又碰见了陈小梅，不要脸的男人挑拨离间，一向温柔的老师直接拳到肉。只因总有人口无遮拦损人家媳妇。你老婆挺能吃啊，一个人2份红烧肉。都胖成猪了，不多吃点能行吗？真不知道这个小白脸是用的什么办法，把我们陈小梅迷得团团转。说话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王波，他本来就看不惯陆向南，现在就趁着机会出口回怼。而陆向南听到这话，立马就给了王波一拳，两人立马扭打在一起。等到乔然他们回来，就看到挂彩的陆向南。大哥，你跟人打架了？没有。说着他手里还不断摆弄着饭盒。乔然立马给夏小七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先出去了。弟妹出去干嘛？不吃饭吗？他尿频尿急尿不尽，厕所去了。那你先吃吧，趁热，不然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那你为什么打架？陆向南并不想说，乔然现在已经不算胖了，可王波的话属实有些难听。陆向南摇了摇头。那上次我说想亲你一下，你还没说可不可以呢？乔然正准备凑过去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夏小七的声音：那个，我能进去了吗？进来吧。进门后，夏小七第一个目光就是床，片刻后他才发出震惊：不是，你们站着来的，够快的呀，我出去好像还没到10分钟呢。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是吧？不过我知道大哥为啥跟人打架了。你小子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知道我想知道什么？那必须的。两人小声密谋完就找借口出去了，他们直接找到王波的寝室。这会儿王波正在跟徐老师聊打架的事。要不是你们拉着，小梅也在旁边害怕，我非打死陆向南那个小白脸。嗨，都是同事，为了一个女人打架，那多犯不上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我就是看不惯他，早就想揍他了。不过你小心点，这事不好弄，搞不好明天校长还得找你们谈话。谈呗，谁怕谁啊？王波对此嗤之以鼻，本来他就是靠着关系进来的，必然也能靠着关系在一中横行。两人说话间，夏小七过来了。那个，王老师可以出来一下吗？同学，你找我啥事？能出来说吗？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看到夏小七这种美女过来找自己，王波立马就把女神陈小梅抛之脑后了，直接就跟着夏小七出去了。两人走了一会儿才到了胡同，那胡同黑漆漆的，只能显出乔然的身材。你这是啥意思？双飞？话音刚落，乔然就直接来了一个飞踹。飞个屁！姐送你上西天，垃圾，真是弱爆了！别停了，宝，接着揍他，接着舞，我爱看。乔然也没客气，
对着王波一顿输出，最后还是因为惊扰了邻居，才让王波跑了。乔然气急扔鞋砸王波的背影，结果却砸到了别人家的玻璃。谁他妈的砸老子玻璃？姐妹，你好自为之。宝，要死一起死，我可跟你无冤无仇。而另一边等了他们很久的陆向南，正要出门找，就碰上了迎面走来的一个男人。请问你是陆老师吗？是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媳妇儿把我家玻璃砸了，你带着钱过去赔偿一下吧。那他人没事吧？能有啥事啊？砸了我家玻璃，还舔着脸坐我家炉子跟前吃烤地瓜，你把烤地瓜的钱也一起给了。想到这画面，陆向南头上的青筋不禁跳了跳。等把两人带回来后，乔然硬着头皮道歉，而夏小七借口出去洗漱了。你别生气了，我把玻璃的钱还给你就是。这跟钱没关系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这么冷的天把人家玻璃砸了，就是有错在先。你不但不知错，还赖着吃吃喝喝，就跟早些年的土匪一样。那怎么办？你要惩罚我吗，陆老师？仅此一个称呼，就把陆向南撩拨得心神不宁。他怕控制不住自己，就赶忙出去吹风了。等夏小七回来，就只看到了乔然。怎么就你自己？大哥呢？被你气死了。我真是怀疑你是怎么平安长大的，这么多年也没被人打死。那必须的，我有个好闺蜜，她罩着我。等到睡觉的时候，乔然还在两张床铺中间犹豫了一下。夏小七没好气地瞪着他，赶紧过来吧，就算跟他睡一张床能咋地？还能当我面来个真人秀啊？干柴遇烈火还不能烧起来，那不是更闹心吗？赶紧过来吧。四道婆，你只有不说话的时候还像个人。于是等陆向南回来时，就看到两人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乔然还是雷打不动地把陆向南薅起来跑步。等回去后，他才叫夏小七起来。你这也叫得太早了，赶着他们上班的时间过去，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。那我不一样，我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。从前被老师父母毒打，后来被社会毒打，现在又被你毒打。是呢呗，你就是欠的，赶紧起。我恨你，我爱你。两人打闹完就又接着去卖帽子了。没一会儿，他们面前就围满了人。多少钱啊，大妹子？5块8毛。我的妈，这不是奸商吗？坐地起价这么猛。听到价格，瞬间散了一半的人。乔然见状，立马接着忽悠。虽然价格是有点小贵，可性价比高啊！春秋冬能带3个季节，就咱这样是绝对不带过时的，走在时尚最前沿啊！是啊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过了这村没这店，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5块钱让你美丽又时尚。这会儿那些经不住忽悠的人立马就出钱，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，很快5个帽子就全卖出去了。这次两人一共赚了29，加上之前的总共赚了18块3毛。两人立马决定继续买毛线，不料刚去就得知毛线涨价了。